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决定你财富高度却从未在学校课堂出现的话题。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越努力工作却依然富不起来？也许问题不在你的勤奋程度，而在于你从未被教导那些真正影响财富的金融知识。学校不教，父母也不懂的这些观念，才是拉开贫富差距的关键。想象一下，你在学校寒窗苦读20年，考上好大学，进入一间稳定的公司，日日加班努力工作。可到了30几岁，你发现存款依然寥寥无几，买房梦想遥遥无期，甚至还要为每月的账单焦头烂额。相反地，你身边有些人学历平平，却靠着投资理财或创业，很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真的是你不够努力，或者智商不如人？其实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你从未正式学过的金钱游戏规则。正如有人所说，方向错了，努力只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我们从小接受的理财观念是错的，再怎么拼命存钱、省钱，结果也可能事倍功半。更何况，当今高等教育高度普及，学历的含金量已大不如前，许多年轻人即便拿到大学甚至研究所文凭，也陷入失业或低薪的困境。毕业即失业已不再是玩笑。在学历贬值、竞争激烈的时代，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财商素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事实上，多数人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压根没有传授真正的财务智慧。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总是叮嘱我们好好读书，考上好学校，找份稳定工作，将来就能过上好日子。于是我们遵循着这套剧本，勤奋读书，努力考试，乖乖上班。但这种一步一脚印的人生规划隐含着一个假设，社会经济环境会一成不变，只要辛勤工作并存钱，就一定买得起房，养得起老。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房价和物价的涨幅早已远远超过薪资和银行存款利率的增长速度。上一代人辛苦存钱10几年，也许就能买房，但在今天，单凭死工资和那点微薄利息，也许一辈子都凑不够一套房的头期款。同时，通货膨胀正悄悄地侵蚀着存款的购买力。如果不让钱替你增值，你赚再多名义上的钱，实际价值也一年比一年低。可惜这些道理，学校和父母往往都没有提醒我们，结果许多人依然陷于月光族的困境，甚至经济一不景气就失去饭碗。为什么会这样？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因为我们缺乏真正有效的金融知识和财富思维。在传统教育缺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靠自己去掌握这些观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讨几个决定财富高度的核心金融概念，看看它们如何改变你的人生财务轨迹。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个金融学的基础概念，这正是大多数学校从未教过的观念，叫做金钱的时间价值。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10万元和1年后给你11万元，你会选择哪一个？直觉上，1年后的11万看似更多，但精明的人会选择现在的10万。为什么？因为今天的1块钱永远比明天的1块钱更值钱。这就是金钱的时间价值，它与通货膨胀无关。即使没有物价上涨，今天的钱也比未来的钱更有价值。理由很简单，你可以把今天拿到的10万元拿去投资生息，1年后可能会变成11万甚至更多。所以同样是11万元，在今天拿到和1年后拿到价值是不一样的。现在拿，你可以立刻让它开始增值；晚1年拿，你就损失了1年的增值机会。也许你会问，1年之差能有多大不同？我们可以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假如你中了乐透，获得9000万元奖金，官方提供2种支付方式，一种是立即领取9000万现金，一种是分30年，每年领取一部分，30年下来总额共2亿元。很多人一听到2亿，眼睛都亮了，觉得2亿当然比9000万划算。然而从财务角度仔细计算，你可能发现立即领取9000万更明智，因为你拿到9000万后可以立刻投资，30年的复利增长下来，总额完全可能超过2亿。相反，如果选择分期领钱，每一年的款项到手都已经错过了过去那些年的增值机会。许多人不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只看到名义数字上的2亿较大，却忽略了时间对金钱价值的侵蚀。简单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本金结合时间可以产生惊人的复利威力。有人戏称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如果你了解复利增长的魔力，就会希望尽早开始让金钱为你工作。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小明从25岁开始，每年固定投入一笔资金进行投资，持续10年后，在35岁时停止追加投入。而他的朋友小华因各种原因拖到35岁才开始每年固定投资，并持续投入20年，直到55岁。到了55岁时，谁的财富更多呢？也许出乎意料，小明的资产可能比小华还高，因为小明的钱更早开始滚复利，虽然投入年数较少，但有更长的时间累积增值。这个假想例子告诉我们，理财宜早不宜迟，越早让金钱替你工作，最终效果往往比后起直追更胜一筹。理解了现在的钱比未来的钱更值钱这个道理后，我们就可以引出另一组重要的概念：现值和未来值。所谓未来值，是指一笔现在的钱在未来某个时点将达到的价值。相反，现值则是将未来的一笔钱折算到今天的价值。举个例子，假设有人给你一张承诺1年后支付100万元的票据，现在拿出来卖，你愿意出多少钱买下它？许多人可能想，既然1年后能拿到100万，那现在花100万买下这张票据不就行了吗？但别忘了，如果你现在就有100万现金，你可以拿去银行存定存或做其他稳健投资。假设年利率是 5%，1年后你的本利合将变成105万。换句话说，1年后的100万其实相当于今天的约95万2千。这95万2千就是这张1年期票据的100万元未来金额的现值。贴现率与机会成本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财务决策。刚才的例子中，我们以 5% 作为折现率计算现值，是因为假设你把钱存在银行能获得 5% 的稳定收益，这相当于你的基准机会成本。但如果此时市场上出现另一个无风险项目，承诺今天投入同样的钱，1年后拿回 15.5% 的回报，也就是110万元，那你的机会成本就从 5% 飙升到了 15.5%。 在这种情况下，1年后给你100万的票据对你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了。按照前面的方法计算，当折现率提高到 15.5%，1年后的100万元现值只剩下约86万6千。也就是说，一旦有更好的投资选项出现，你今天愿意为未来的100万支付的价格就会大幅降低。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不会再天真的认为未来的100万就是100万，而是会反问，这100万什么时候拿到？期间资金还有没有更好的去处？懂得比较不同选择的机会成本后，我们才能真正判断一项投资值不值得。这里要特别强调，不同时间点的金钱不能直接相加减。如果你不考虑时间因素，直接把未来不同年份的收支简单相加，那就好比把100公斤和80公分硬凑在一起一样荒谬，因为公斤和公分根本不是同一个单位。类似地，100万元今天拿到和5年后拿到，时间点不同，直接相加是没有意义的。正确的评估方法是，先列出所有未来各年的预计现金流，然后选择一个折现率，把每一笔未来现金流都折算成同一时间，通常以今天的价值，也就是计算出它们各自的现值，最后再把所有现值累加起来，这个加总得到的数字就是这个项目在今天的真正价值。比方说，有一个投资项目，1年后将产生100万元现金流，5年后，也就是第5年末，再产生80万元现金流。如果折现率、机会成本取 5%， 我们可以算出1年后的100万现值约为95万2千，5年后的80万现值约为62万7千。现在把两个现值加起来，总现值约为157万9千。这意味着，如果现在有人开价低于157万9千，让你出资参与这个项目，你就可以考虑投资。但如果他要你投入的金额高于这个数字，你就不该投，因为与其投入更多钱买下这个项目，不如拿同样的钱去做别的投资更划算。这实际上就是净现值 NPV 的概念。净现值为正，表示该项目带来的总价值，以今天来看是正的，它跑赢了你的机会成本，值得投资。净现值为负，则表示你把钱投入这个项目
还不如直接拿去赚你设定的机会成本，例如存银行的收益，从而不值得一做。有了现值这套计算方法，我们在评估跨年度的复杂投资时，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有据可依。学会用现值来衡量投资后，我们就不容易被未来那些美好的画饼迷惑。我们可以算出每个投资机会在今天的底线价值。当有人向你描绘一个若干年后能回报几千万的宏伟蓝图时，你会先把未来的现金流通通折算回今天，看看它到底值多少，再决定要不要投入。现值思维就像一道财务防线，避免你做下赔本买卖。然而，现实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另一种难题，摆在眼前有好几个不同的投资方案，它们的收益大小和时间长短各不相同，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光看总收益金额往往难分高下，这时就需要借助另一个强大的分析工具，名为内部回报率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可以说 IRR 就是投资领域中的 X 光机，能够看穿复杂现金流的真实年化收益率。为了说明 IRR 的用处，我们用一个贴近日常的例子。假设你打算花50万元买一辆车来跑网约车接单赚钱，预计未来5年里每年可以净赚10万元，第5年末再把车卖掉回收9万元。那么这桩生意的回报率大概是多少呢？不少人一开始会这样计算，5年总收入是10万乘5，再加上卖车所得9万，等于59万，扣掉成本50万，净赚9万。9万相对50万成本而言，相当于总收益率 18%， 平均下来好像每年赚 3.6%。 3.6% 的年回报看起来比银行定存好一点点，但也没好太多。然而，刚才那种算法其实并不精确，因为它错误的假设你是到第5年末才一次性拿回全部收入，然后简单的用总收益除年数来平均。实际上，你每年赚到的10万元都是当年就进账的，并非等到第5年才统一收回。也就是说，第1年的10万在之后4年里都可以继续滚利增值，第2年的收入在接下来3年也能发挥作用，如此类推。因此，真正的年化收益率应该比 3.6% 高得多。把每年的现金流用 IRR 公式一算，你会发现这门跑车生意的年化回报率约为 5.2%， 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实际每年带来超过 5% 的收益，比刚才粗算的 3.6% 要可观不少。那有没有办法让这门生意的回报率更高呢？直观上看，就是尽可能让现金流前置，尽早回笼资金。我们可以假设另一种情况，如果前几年生意特别红火，前3年每年净赚15万，后2年各赚5万，加上第5年底卖车得到9万，这样算来，总收入跟原方案相差不多。然而由于大部分钱在前几年就收回来了，计算出的 IRR 可以提高到 7% 以上。再设想一个极端的情况，某方案5年间总收入甚至比原来还少，但回本特别快，比如前2年各净赚20万，第3、第4年各赚4万，第5年没什么盈余，但卖车回收9万，这样算下来总共收回57万，比原方案少赚2万，可是算出的 IRR 竟然升至约 5.9%， 反而比原始方案的 5.2% 还高，是不是很颠覆直觉？一个总利润更低的项目，因为资金回收的更早，居然有更高的年化收益率，这正说明了钱进入你口袋的时间点有多重要。早一点拿到钱，让它早一点产生后续收益，往往比晚拿钱但拿更多回报更划算。再看看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容易被忽视的财务细节，比如租房时，房东常要求押几个月的房租当做押金，多数人觉得这押金反正退租时会退还，没什么损失。然而从理财角度说，押金相当于你给房东提供了一笔零利息的短期贷款，而你自己则损失了这笔钱本可获得的利息收益。在押金被占用的那段时间里，你的资金处于沉睡状态，这其实就是租房的一项隐形成本。再比如股市中，股票下跌后再上涨需要多少才能回本？很多人以为跌多少涨多少就够了，其实不然。一只股票从100元跌到70元，是下跌了 30%， 但从70元涨回100元，涨幅却需要将近 43% 才行。可见，亏损后要回到原点所需的涨幅远远高于下跌幅度。因此，投资时千万要注意控制亏损的幅度。
因为一旦亏身了，光靠同样百分比的反弹是回不去的。这些简单的数学道理，许多人并不清楚，才会在市场下跌时心存侥幸，误以为只要涨回下跌的百分比就能解套，结果陷入越跌越补，越补亏的越多的恶性循环。懂得上述这些知识后，你看待很多事情的角度都会改变。租房时会考虑押金的机会成本，贷款时会仔细计算实际利率，股票大跌时会谨慎看待摊平摊低的建议。你的金融素养将让你对生活中的种种财务问题有全新的洞察。此外，社会上那些看似能快速致富的高利诱饵，往往专门针对财务知识匮乏的人下手。比如前些年流行的网络 P2P 理财平台，有的号称保本保息，月息高达%几，吸引了大批人投入积蓄，最后却因资金断裂而倒闭，投资人血本无归。懂行的人一开始就看得出问题，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存在既稳定又异常高回报的投资机会，那多半是骗局，俗称庞氏骗局。但缺乏财务常识的人只看到诱人的利率数字，忽略了不合理之处，结果贪图高息反而损失惨重。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它提醒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理财的第一要务不是想着一夜暴富，而是先避免愚蠢的失去钱。当你掌握了基本的利率和风险知识后，在面对那些声称保证获利的诱惑时，你也能保持冷静，不会被天花乱坠的谎言所迷惑。以上我们讨论了如何用金融知识守护和增值已有的财富，但另一个关键问题是，钱本身要如何赚到手？学校从不会教我们如何赚钱，父母多半也只会要我们找份安定的工作。然而要真正致富，光靠工资收入往往不够，我们需要理解赚钱的本质。什么是钱？钱不过是价值交换的媒介，因此赚钱的本质就是想办法为他人提供价值。你提供了别人需要的价值，别人才愿意付钱给你。这里的价值可以是你的劳力、技能、知识、创意等等。比如你擅长写程序，帮公司解决了一个技术难题，这是技术价值。又或者你开餐馆做出美味佳肴，满足了顾客的胃口，这是服务价值。每个努力工作的人其实都在贡献价值，理应获得相应的报酬。那为什么有些人辛苦劳作却只能勉强糊口，而另一些人似乎轻轻松松就财源滚滚呢？差别常常在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要素，信用，也就是他人对你的信任程度。一个人的信用就像一种无形的资本，能够在关键时候决定他能拿到多少资源和机会。举例来说，银行更愿意把钱借给有稳定收入的人，而不太愿意贷款给失业的人，因为前者有稳定的还款能力，让银行信任他的借款不会变成呆账。公司里，高管提出一个企划案往往容易获得支持，而新人即使提了再好的点子也可能被忽视，因为高管累积了业绩和声誉，大家信赖他的判断。再比如，消费者愿意花3倍的价钱买某知名品牌的产品，而不选择便宜很多的杂牌，正是因为长久以来对大品牌品质的信任。这些例子都说明了信用的价值，它其实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财富。拥有信用，你就更容易整合别人的资源为自己所用。缺乏信用，许多机会自然离你远去。对个人而言，信用就是一种赚钱能力，要建立这种无形资本，需要时间和诚信的累积。比如在职场上按时交付工作，信守承诺，长期下来就能建立可靠的口碑。在金融领域按时还款，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银行就愿意给你更高的信用额度和更低的贷款利率。有了信用背书，你在财务上可运用的杠杆就更大。所谓杠杆，就是借助他人的钱来赚钱。如果你有足够高的信誉和判断力，就可以利用低利率贷款投入报酬更高的项目，赚取中间的差额，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很多富人创业起步时，正是因为他们建立了信用，说服银行或投资者愿意把钱交给他们，才能迅速累积事业和财富。相反，缺乏信用或不懂运用杠杆的人，只能完全依赖自己的钱一点点慢慢积累，发财速度自然慢很多。当然，运用杠杆的前提是你懂得计算投资的回报和风险，确保借来的资金能投入回报高于利息成本的项目，否则就可能适得其反。因此，
当金融智慧与信用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让你如虎添翼，在财富之路上事半功倍。此外，富人往往懂得建立多元的收入来源，而非只依赖单一的薪水。很多普通人一辈子只靠工资过活，一旦失业就失去全部经济来源，而富人会及早培养被动收入，让钱自己去赚钱。例如，他们投资能带来持续现金流的资产，像是可收租的房地产、稳定配息的股票，或者创办企业雇佣他人替自己工作，自己作为股东坐享利润。这些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付出的时间，因此即使在睡觉时也有钞票进账。反观我们的教育从未教过如何打造税后收入，只是要我们靠劳力换薪水。结果许多人辛苦一辈子，赚的钱只够勉强维持生活，一遇到风浪就陷入经济困境。而懂得创造多元收入管道的人，财富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许多财富书籍都谈到富人思维与穷人思维的差别。所谓穷人思维，往往表现为过度恐惧风险，满足于小富即安，不敢尝试新的机会。而富人思维则是在充分学习和准备的基础上，勇于接受挑战，愿意承担适度的风险，来追求更大的回报。举例而言，缺乏财务知识的人可能把所有积蓄都存进银行，觉得那样最安全，却不知道通胀已经在默默侵蚀他的财富。而具备富人思维的人会寻找适合的投资管道，让资金增值，跑赢通胀。再比如，穷人思维倾向于精打细算，处处节省，但富人思维更注重开源，舍得投入金钱和时间去学习新技能，拓展人脉，因为他们明白，提高收入比盲目节省更加重要。有些人害怕负债，把贷款视为洪水猛兽，但有财商的人懂得区分好债与坏债，善于利用低息贷款购买优质资产，带来超过利息的收益，达成财务杠杆的正向效应。这些思维上的差异，导致不同的人在机会来临时做出截然不同的抉择，最终在财富上拉开距离。不论你过去是哪种思维模式，现在开始培养富人思维都不算晚。主动学习，投资自己，勇于创新，并理性地接受一些风险挑战，正是迈向财务成功的心态基石。现在，我们已经拆解了那些学校没有教给你的财富秘密，你明白了金钱的时间价值，懂得今天的1块钱比明天更珍贵。你学会了用现值和折现率来看清投资的真实价值，不会再被未来的空头支票所迷惑。你掌握了 IRR 这项利器，可以公平地比较不同方案的收益高低，识破假利率的陷阱。你还了解了如何降低风险，避开常见的理财误区，不让自己辛苦挣来的钱打了水漂。最后，你体会到致富不仅要会存钱，更需要培养信用，拓展眼界，建立能让金钱自动增值的资产。这些观念或许以前从没有人系统地告诉过你，但现在你已经开始吸收到他们的力量。接下来就看你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真正改写自己的财务未来。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决定你财富高度的不是你的出身或学历，而是你的思维和选择。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过去管用的一套已经不足以保障未来的安稳，唯有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财商，你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立于不败之地。好消息是，现在信息如此发达，这些财务知识早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秘密，我们完全可以透过自学、请教内行或者亲身实践，来补上人生中这门最重要的课。无论你现在是20岁出头刚踏入社会，还是40岁想重整财务规划，只要开始学习，都不算太晚。掌握了上述这些知识之后，你需要做的就是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也许你会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方式，计算每项资产的真实回报率。你可能会惊觉某些长久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财务决定其实并不划算。比如提早把房贷还清未必是好事，因为房贷利率可能低于你能取得的投资报酬。又或者你会更加重视经营自己的信用评分，因为信用良好将为你未来的财务行动带来更多便利和机会。当你用金融头脑来思考，一切都将与过去大不相同。最后，你或许会问，为什么同样努力，别人却可以轻松变有钱？现在你可以自信地告诉他们，富人和穷人根本没在玩同一场游戏。索性透过学习，
我们每个人都能掌握改变这场财富游戏结果的钥匙。你的财富未来取决于你如何运用手中的这把钥匙。愿你我都成为财务上清醒而智慧的人，用所学改写自己的人生财富剧本。